关注何医生健康不挂科，大家好，我是中医主治医师何医生。很多粉丝问何医生，为什么最近咳嗽经常都是晚上咳嗽，特别的厉害，有些人睡着了以后还会晚上咳醒。那么今天何医生跟大家讲一种非常常见的原因。那么在讲这个原因之前呢，何医生还是按照惯例选择何医生门诊当中一个经典的有效的医案，我们一起去学习中医治病防病的医理。那今天选择这个医案是一个咳嗽的患者，他呢咳嗽有什么特点呢？他晚上比较严重，经常都是凌晨1点到3点钟这个时间段咳得特别厉害，有些时候睡着了到了1点、2点、3点的时候就会咳醒，非常的痛苦影响睡眠，第二天的工作也非常的不好，影响工作，影响自己的心情。那么然后就找到何医生。那么他这一个咳嗽呢，我们说凌晨1点到3点，它跟我们的这个时辰跟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经络是非常有关系的息息相关的。那凌晨1点到3点是什么脏腑呢？是我们的肝脏有很大的关系，是我们肝经循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咳得特别厉害，我们就知道它其实是跟肝有很大的关系。那很多人就有疑问了，这个咳嗽不是跟我们的肺有关系吗？不是用一些止咳化痰降气平喘的一些药物就行了吗？为什么跟我们的肝也有关系呢？那其实呢，这个咳嗽中医的认识五脏六腑皆令人咳，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直在告诫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那么我们咳嗽很经常不能单独只想到我们肺的关系，它跟心、跟肝跟脾、跟肾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肝为什么会引起我们肺的咳嗽呢？这一个呢，就是五脏相关理论的一个观点了。那么我们在中医内科学里面，其实有一种类型的咳嗽，它叫肺气郁闭这个肺气郁闭其实就是肝气不通导致的肺气也不通、肺气不降导致的这种咳嗽。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情绪波动，或者说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个咳嗽会加重，这个是它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呢，其实肝跟我们的肺跟咳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这一个患者也是一样的，凌晨1点到3点，他是肝经循行的时候，这一个时间段咳得特别厉害。那么何医生也是考虑跟肝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何医生在治疗上呢，除了用一些止咳的一些药物、化痰的一些药物以外，也用了疏肝解郁的药物，比如说柴胡、郁金、合欢花。那么经过治疗之后呢，他的咳嗽呢就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找何医生之前，他已经找了西医，也找了很多中医治疗的效果都不是很明显。但是何医生在止咳药物的基础上，加上疏肝行气、解郁的一些药物，那么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从这一个医案我们也从中知道，其实咳嗽跟我们肺有关系以外，跟我们的肝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哪些症状来去判断这个咳嗽还跟我们的肝有关系？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讲到的，跟情绪有关。如果是情绪暴躁、情绪郁闷的时候咳嗽加重，那这种跟肝有关系。第二种就是跟时辰有关系，就刚刚讲的凌晨1点到3点咳得特别厉害的有一部分是晚上11点到1点咳得特别厉害的，那这个就是跟胆凌晨1点到凌晨3点，那就是跟肝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时间段咳得特别厉害的，要考虑这个跟肝胆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整个人会感觉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感觉干嘛？胸闷甚至这个胁肋部会特别的不舒服，胁肋部不舒服、胀闷甚至疼痛，同时呢喜欢唉声叹气这种就是肝气郁结非常典型的症状。那肝气郁结有一部分人化火以后会出现口苦，那很多人半夜起来的时候会嘴巴很苦早上起来的时候嘴巴苦，或者一整天都嘴巴苦的，那这种呢也是肝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所以呢，从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判断自己的这咳嗽是不是跟这个肝气郁结有关系。那如果是，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单独用一些止咳的药物了这个时候呢就用一些疏肝行气解郁的一些药物，
那么大家同时呢，用一些止咳的药物的同时呢，可以加上这个逍遥丸。那么逍遥丸呢是很典型的、非常经典的一个疏肝行气解郁的一个中成药。那这一个中成药呢，它在疏肝行气解郁的同时呢，同时还会固护我们的脾胃，因为中医里面讲这个肝气郁结以后这个肝是非常容易欺负我们的脾胃，导致这个脾虚出现胃口不好等等情况。所以呢这一个方子非常的经典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就是这个一个方子对这一句经典的话的一个临床的运用。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关注培生健康不挂科，我们下期再见。